只能说川普这场关税战实在是太精彩了，这2周的股市实在是太刺激了，根本就是坐云霄飞车啊！纳斯达克一下跌到技术性熊市，10年期美债殖利率飙到 4.5%， 一下政策又大转弯，除了中国之外呢，其他国家的关税都暂缓90天，然后只收基本10%，我只能说，连续剧都不敢这样写啊！我知道大家都已经听很多了，关于川普的这场关税战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经济啊、股市之类的，但我今天想要从阿联酋房地产的角度来跟大家谈谈这件事哦。川普的这一场关税大战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阿联酋的房地产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我是米艾拉 Mira， 保家康地位。那我在阿联酋已经做了10年的物业管理。那我希望在我的频道跟你一起学习致富路上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帮助你看见台湾以外的其他机会。首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致歉一下，因为其实这一支影片呢，我很早之前就想要录了，可是呢，最近实在是工作太忙，收到非常多可能台湾投资人想要投资杜拜、阿布达比的讯息，以及甚至想要在阿联酋那边开设公司，所以呢，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服务范围哦。假设你想要我们在杜拜协助你的话，也都可以联络我们。所以也就是因为工作量真的是突然之间增加很多的关系，再加上其实我对于川普关税战对阿联酋房市的影响，也花了一些时间比较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影片呢就一直拖到现在，先跟大家说一声很不好意思。其实川普的关税战对于世界各地的影响真的是很 uncertain， 就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在这边能够很清楚的说一定会对阿联酋的房地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有点困难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角度或者是有一些思考的方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也请欢迎在下方的留言栏告诉我。那首先呢，关于川普关税战对阿联酋的影响，那我就要先来说说，就这次川普到底对阿联酋征收了多少关税哦？川普对于阿联酋只有征收10%最基本的对等关税，也就是说，阿联酋其实并没有遭受到川普这次很强烈的关税的冲击。第一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德拉姆币跟美金已经是固定的汇率啦，就3.67，所以不存在什么操纵汇率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阿联酋本身它制造业也不是很兴盛，它主要的出口其实就是石油，所以跟美国要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的政策其实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阿联酋其实对世界各地收取的关税都已经很低了，大部分它都只有收5%的关税，那甚至像有一些经济特区啊，甚至还零关税，也就不存在着所谓的操纵关税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就不会在美国最主要 focus 的区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关税对于阿联酋的房地产还会造成影响吗？就想要从5个面向呢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都知道，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是这样的，就美国的经济，它毕竟是占了全世界1/4消费的大国嘛。基本上，美国只要一有事，全世界就会有事。所以今天，就算川普没有对其他国家征收高关税，只要美国自己的经济发生一些变化，我们这些全世界的国家都一定会受到波及。那这一次呢，在川普总统这一番神操作之下呢，所有的银行都纷纷增加了美国进入经济衰退的预期哦。高盛啊、摩根士坦利啊都认为美国进入到经济衰退的几率上升到40%哦。其中呢，最看衰的 JP Morgan， 他甚至是预估美国进入到经济衰退的几率上升到60%。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的这些大投行都对美国的经济前景觉得大事不妙。然后再加上呢，川普的关税又不仅仅只是影响美国，其他被征收高关税的国家，哇，那个影响的层面一定也是很大。所以这次真的就是全世界大家都一起被拖下水。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呢，他明天又会做什么，就是世界上最大只的黑天鹅。在这种经济情势比较不明朗、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想见很多投资人他的投资也许会趋于比较保守。可能很多人会想要买黄金作为避险资产，或者是比较实体的东西，那房地产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再来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宁愿持有大量的现金，等待比较明朗的时候再做布局哦。所以
我觉得在这一种情况氛围之下呢，感觉出来可能比较高端的建案会遭受到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些它需要的金额本身就比较庞大，而且它锁定的客群呢也比较少。然后再来呢，因为股市上现在不是就是上冲下洗嘛，很多人可能被套牢，所以也许有一些人在资金的周转上面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不过这一次川普总统的关税呢，它其实对每个国家苛征的百分比又不太一样。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的再看一下，是哪一些国家的人呢特别喜欢买阿联酋的房地产。第一名呢，最爱在阿联酋买房地产的就是印度22%，第二名呢是英国人占了17%，第三名呢是中国人占了14%，第四名呢是沙烏地阿拉伯人占了11%，那第五名呢是俄罗斯人占了9%。好，我们其实可以很快发现哦，除了中国那已经是关税收到天花板，还有就是俄罗斯根本就不在这一波关税的名单里面。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呢，其他国家都只有被征收10% 的关税哦，所以感觉关税被征收的幅度其实并没有很大。再加上呢，特别是像第一名的印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内需的市场，并不是像台湾这种主要是靠外销出国，特别是外销到美国。也就是说，它对于这种贸易战受到的影响跟冲击都是低的，它就是自产自销嘛，自己做，然后自己卖给自己。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可能很多的公司啊和工厂，他们都要迁离中国大陆，或者是迁离其他东南亚区域，那可能就会转往像印度这种关税被课的比较少的区域移动。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波关税之下，对印度的冲击，反而还是正面多于负面。那相对的，可能对于印度人本身或者印度有钱人本身的影响，也许就不会那么的大。那对于英国人呢，这场关税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呢？我觉得这其实我就有点比较没有那么确定，因为英国人他们本身搬到阿联酋，主要是减税的原因以及更好的生活环境。那至于这场关税战呢，会如何影响中国人、沙烏地人，然后俄罗斯人的投资，我们在接下去会继续讨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关税可能会如何影响阿联酋的房市，那就是美元贬值。美元最近不是出现了抛售潮吗？导致美元贬值很凶。然后再加上呢，川普总统他本来就是想要让美元贬值嘛，他就是希望像台币啊这些货币都可以升值，那美元的商品出口就会更容易，就会更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德拉姆币想必也会跟着贬值，相对的阿联酋的房地产也会跟着变得比较便宜。所以也许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会成为吸引更多投资人能够进场投资阿联酋房地产的一个诱因。可能一方面股市会让很多人持观望的态度，可是另外一方面，当这个资产的价格变得比较亲民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吸引很多人进场。所以一消一涨之间，其实有点不太能够确定到底资金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流动的。第二个要讲的就是信贷面，主要是建商和银行的压力。景气好的时候呢，买家准时付款，尤其是买预售屋啊，每一期的款项，那建商的 cash flow 的压力就降低很多嘛。那建案呢就可以顺利的推行。当景气一转坏的时候呢，相对的呆账的情况也会增加。最严重的情况呢，当银行紧缩银根，就会造成信贷危机，会形成市场上的流动性风险。所以建商呢能否稳定收款，然后支付他们的下包厂商，以及银行呢是否能够稳定的收到这些贷款的缴款，甚至是企业主对贷款的缴款，其实都对于维持着信贷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阿联酋的数据的话，还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目前阿联酋的银行大概只将16%的资金放贷给房地产以及跟房地产有关的，像是建商啊，或者是这些建筑公司的款项，所以它的 exposure 就是它的对于房地产的曝险程度，并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它就是算是一个中间合理的水准，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太需要担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去可以主要关注的是建商它能够收取货款的能力，以及建商它是否有推出更好的 payment plan， 更好的付款方式，能够刺激房市。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主要关注的两个方向。然后信贷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利率。
那利率这件事情就跟联准会是非常有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川普非常希望联准会可以降息，避免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可是联准会他态度也是很强硬啊，因为要看这个关税呢对于美国通膨造成的影响，所以现在联准会采取的是观望的态度。不过当美国今天呢景气真的衰退的时候，那联准会就是势必一定要降息。那降息这件事情呢，对于房市而言绝对是一个利多的刺激哦。所以只要这个川普的政策真的能够像他幕僚所说的，既不会造成通膨失控，也不会造成经济衰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联准会它要进入降息就是非常有可能的。第三个呢，我要来讲的就是油价。我觉得油价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有趣，因为你看4月2号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然后一般人马上就会想说，哇，你收这么高的关税，一定会对国际贸易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吧？那国际贸易降低，工厂可能会减产嘛，货运可能会减少啊，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呢？结果反而在4月3号的时候 ，OPEC Plus 这几个国家居然决定石油要增产 ，Why？ 他们说他们觉得对未来石油的需求是乐观的。他们决定呢，从5月1号开始，每日要增产411000桶的石油。哇哦，哇哦！你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增产多少，但是市场是不太领情的。果然呢，油价就一路狂泻，布兰特原油呢就从每桶75块跌到最低一桶呢58块。目前预估2025年呢，石油的价格大概会在63块到66块左右。不过其实低油价这件事情对阿联酋的冲击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因为自从经历了2014年之后，阿联酋已经是有备而来，他们不断的想要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所以你看，假设看下面这张图表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其实阿联酋要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只要油价在50块左右就可以了。可是假设我们看沙烏地阿拉伯的话，哇哦，每桶油价要高达美金90块啊！哇，所以你可以想见，其实低油价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对于阿联酋的影响。不过还记得我们今天一刚开始有讲哦，就是沙烏地的投资人呢，对于阿联酋的房地产是非常热衷的，排名是第4，最多的国外买家是从沙烏地阿拉伯来的。可以想见，在这种低油价的环境呢，沙烏地的政府一定会开始减少一些预算的支出，然后可能很多人的薪水啊或者福利也会受到删减。那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挹注到阿联酋房地产的资金，我觉得是一定会减少的。当油价持续走跌，这一定会反映在沙烏地人，甚至是可能其他 GCC 国家的人也是购买阿联酋房地产的能力上面。再来第4个呢，就是避险需求。2024年呢，阿联酋是全世界100万富豪，就是当然是美金啦，100万富豪移入的第1名 No.1， 也就是说阿联酋非常受到有钱人的欢迎。你可以看下面这张图表就知道，哇，这中国人真的是非常多啊，涌入到阿联酋。那除了像我们说的就是低税负啊，然后好的生活环境啊，最主要的原因都还是在避开自己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像是你看榜上有名的韩国、台湾，其实都是这一类型的。那包括中国也是哦。那俄罗斯人也不用讲啊，乌俄战争一开打，俄罗斯人有钱的人全部把资产往其他地方去做转移，这都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我们又要回到一刚开始讲的外国买家的排名。中国人跟俄罗斯人呢，他们一共占了阿联酋房地产23%的买家。也就是说呢，这2个国家他们经济政治遇到问题，也不是1-2天的事情了。你看，自从新冠疫情以来，其实中国的经济面临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就算解封之后呢，经济也并没有像政府预期的复苏，导致非常多的中国人呢不想要在中国境内投资了，而反而把他们所有的财富啊要往国外送。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2个国家面临到的经济问题，其实已经不是1-2天的。再加上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情况之下，导致非常多的台湾人啊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开始对自己国家政治经济局势感到很忧心。所以为了避险呢，而将资金移到阿联酋的资金潮，我觉得还会越来越旺。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像是阿联酋比较低价的房地产，或者是在200万左右，就是能够申请黄金签证的这个价格的房地产呢，它
它还是非常有支撑，甚至还有可能会涨价。那第5个呢，我想要特别拉出来讲的，就是阿联酋自己本身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当然，阿联酋它在于非常多的国际政治上面，它都是保持着中立的角色，包括其他 GCC 国家也大都是处于中立的，不想要被卷入任何一方。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毕竟现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是逐渐升温，然后再加上美国川普总统扬言不排除以武力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放弃他们的 Nuclear Enrichment Program。当然了，阿联酋和其他 GCC 的国家，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知道国家的经济是建立在于和平的基础之上，所以 GCC 这几个国家呢，都已经摆明了跟美国说，你们不可以使用我们的军事基地，他们就是要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呢保持中立，甚至呢很积极的斡旋，要避免战争的发生。战争这件事情对于阿联酋房地产的影响呢，可能可以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负面的是，也许有一些对国际政治比较敏感的投资人，他们会稍微担心现在的国际局势，而对购买阿联酋房地产持观望的态度。可是我们从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通常在中东假设有战争爆发的话，非常多阿拉伯人的资金呢，反而会是往杜拜、阿联酋的房地产来跑的。所以如果要我总结一下，就是未来呢，阿联酋房地产走势的话呢，我觉得当然利多利空的因素都有。而且现在最不确定的情况就是这个川普总统的政策嘛，谁知道到底他下一步会做什么？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难 predict。不过如果要我来做一个小小的预测的话，我觉得短期内高端市场的房地产呢受到压力会比较大，但中价位、低价位，像我特别讲的200万以下的房地产，它还是很有支撑的。那中期要观察的重点呢，则是经济是否会进入到经济衰退的局面，让一些投资人付不出款项来，然后甚至是抛售自己的房地产，这个目前都还说不准，但是这个我们中期可以仔细观察的。长期来看的话，其实阿联酋只要第一个它能够维持它政治经济上面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维持低税负的环境最好是不要增加个人所得税了。再来第3个呢，就是确保它的人口能够持续的流入，因为我们知道人口才是房地产刚需的来源嘛。第4个呢，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呢要能够持续，像是有一些基础建设的兴建，还有一些想要发展的产业呢，政府必须要不断的投资，维持政府的投资的金额。如果它能够确保这些前提的话，那我觉得阿联酋的长期的趋势真的是非常看好的。最后给投资人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如何要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做出行动。像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Ray Dalio， 他在他的书里面已经很明确的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就是2强之争。旧的强权美国已经逐渐走向衰微，新兴起的中国呢，它会不断的去挑战美国的地位。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市场上的波动跟不确定性都会非常的大，因为旧的强权会竭尽所能的要维持他自己的独占的地位，那新的强权呢，就不断的想要破坏现在既有的秩序。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嘛，这就是美国现在在做的，美国千方百计就是要让 America Great Again。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 great 了。那中国呢，他也会竭尽所能的要去 challenge 现在的王者。在这2个强权的争夺之中，事情已经是大摆荡，不确定，风险很高。这可能是我们在未来10年、20年跑不掉的主基调。而这种时候呢，其实任何的预测都是很困难的。你可能顶多只能够抓一个很长的趋势来看，不然呢，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分散风险，就像是那个 Anti-Fragile 塔雷伯所说的，预测风险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黑天鹅事件呢会更层出不穷，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分散自己的风险，确保自己呢无论晴天雨天都能够不受到太大的伤害，然后能够让你的资产持续获利。所以像是分散投资的市场、分散投资的类别，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很好思考的角度。那如果你今天你所有的资产呢都是在台湾或是在特定的一个区域的话，那我觉得阿联酋就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市场。OK， 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了。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关于阿联酋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资讯栏看到我的联络方式。那如果你想要我们公司提供服务的话，也都可以告诉我。Alright， 就先这样，拜。